我曾做过一世人人厌弃的王府恶妃。长姐大婚那日，靖王世子裴恒在人群中瞧见我，忽然怔住。你妹妹果真如你所说，比你美上许多。戏堂一片死寂，他当场悔婚，请长辈收回婚书，又许下千金赔礼和一诺补偿，求长姐点头。所有人都看着长姐，所有人都等着裴恒，唯独没人问我愿不愿意。从那以后，父亲母亲怨我，兄长怨我，长姐也再没有像从前那样抱过我。我被裴恒接入王府10余年里，我仗着他的偏宠、张扬、任性，得罪了许多人，也伤了许多人。后来王府大乱，旧案翻出，民怨四起，长姐声名鹊起，是百姓口中救苦济人的神女，而我成了所有人口中的祸根。那些人逼裴恒舍弃我，裴恒望着长姐，再看向我，眼中只剩失望。再睁眼时，长姐正要带我去见裴恒，她笑着替我整理鬓边珠花。阿离，殿下待人温和，你不用怕。我如前世般摇了摇头。阿姐，我不去了。长姐一怔，我低下头，轻声道：我马上就要定亲了，还是不去凑这个热闹了。长姐沈清只怔了一瞬，忍不住笑了。父亲母亲都还未替你说起，哪来的定亲？她伸手摸了摸我的头发，那触感熟悉又温柔，我鼻尖一酸，差点哭出来。我知道阿姐为什么这样看我。从小到大，所有人都觉得我不太聪明。阿娘生我时吃了大苦头，大夫都说我险些活不下来。后来我虽然平安长大，脑子却总比旁人慢半拍，自认的慢，师辈不全。旁人说一句话，我总要想好久才能明白。长姐却不一样，她聪慧端庄，才名远扬。人人都说沈家长女亲直，天生便该站在高处，所以她早早就与靖王府定下亲事。而我父亲母亲并不盼着我攀什么高门，他们只盼我吃饱穿暖，一辈子平安顺遂。我读不进书，兄长便合上书本，笑着说：不学就不学，将来就算不嫁人，兄长也养你一辈子。母亲替我挑夫婿，也总嫌这家门第太高，那家婆母太严。她总说我们阿离还小，多留几年也好。可我等不起了，上一世就是因为我犹豫不决，才害了所有人。长姐大婚那日，我听丫鬟说阿姐嫁了人，以后就不能日日回家了。我舍不得她，所以我赶在她出门前拉住她的手哭。阿姐，我舍不得你，能不能不要走？长姐回握住我，耐心哄我。傻阿离，又不是以后都见不着了，3日后回门，阿姐就回来了。母亲含着泪来拉我，就是那一瞬，裴浩看见了我，他目光紧紧落在我脸上。良久，他开口：你妹妹果真如你所说，比你美上许多。那句话像一把刀，划开了所有人的命运。彼时我们都愣住了，没人知道裴浩究竟是什么意思。他却放下喜愁，转向长姐：青芷，对不起，我不能娶你。长姐僵在原地。殿下，你说什么？裴浩低声重复了一遍。他旧时曾在宫宴上遇见过一个小姑娘，那姑娘救过他，他找了许多年，却一直没有找到。他以为自己再也找不到那个人了，直到看见我，他便认定我就是他要找的人。可我根本听不懂，我只知道阿姐哭了。从小到大，我从没见过阿姐那样哭，她眼泪无声落下来，却还要维持体面，不能当众失态。我慌得不行，冲上前拉住她的手：阿姐，我不拦你了，我以后都听话，你别哭好不好？裴恒却已经求来了长辈的许可，他说愿意奉上千金赔礼，愿意欠长姐一个承诺，日后长姐若有所求，只要他能做到，必定应下。长姐看了他许久，最后她擦干眼泪，推开我的手。那一声好比哭还急，他转身离去，我被裴航接住，我想追上去，却被人簇拥着往另一处走。后来我才知道，那一日之后，京中所有人都在骂我，他们说我心机深沉，故意在喜堂前露脸，抢走了长姐的婚事。他们说沈家二小姐貌美无脑，却有一身狐媚手段。可我明明什么都没有做，没人问我愿不愿意，没人告诉我这门亲事为何突然变成我的。我只记得长姐的眼泪，还有她推开我时冰凉的掌心。上一世我就那样入了靖王府，拜完高堂，入了夜，我还没想明白发生了什么。裴航坐在我身边，神色温和地望着我，我拉住他的袖子，哭着求他：姐夫，是我不对，你让阿姐回来好不好？他的脸色沉了下来，别叫我姐夫。我哭了半夜，裴恒便哄了我半夜。他说3日后带我回沈家见长姐，我信了。3日后，我终于见到了阿姐，她清瘦了很多，明明只隔了3日，却像隔了一生。我朝她跑过去，她却往后退了一步，那一步让我整个人都僵住了。阿姐从不这样待我。府里的丫鬟背后说是我害了她，我原本不信，可看见阿姐疏离的眼神，忽然也觉得也许真的是我做错了。裴恒站到我身前，替我挡住那些议论。他对长姐说：是我对不住你，京中流言我会处理，若你愿意，我也会替你另觅一门好亲事。长姐身形晃了一下，那日之后不久，她便离京了。她只留下一封信，信上说她想去看看外面的世界。母亲哭晕了几回，父亲骂家门不幸，兄长匆匆赶回京，一拳打在裴航脸上。他转头问我：沈棠离，你到底做了什么？我也想知道我到底做了什么。这一世，长姐仍然温柔地望着我，可院外裴恒的声音已经响起：青芷，如何了？我浑身一颤，那声音我太熟悉了，熟悉到只是听见便忍不住想逃。长姐起身出去回话，我僵在原地，手指攥紧衣袖。隔着院门，我听见裴航温和地问了什么，长姐轻声回答。片刻后，她回到我身边：阿离，你若不舒服，便在家休息，等我回府再来看你。我点头，
急忙催他走。阿姐，快去吧。院外的裴恒似乎有所察觉，他侧眸朝我这边看过来，我几乎在他转头的瞬间捂住唇，装作咳嗽，转身避开。张姐有些担心，离开前又吩咐丫鬟去请府医。我自然没病，有病的是上一世的我。上一世，兄长问我到底做了什么，我急得答不出，只会哭。他气急，与裴恒起了冲突。我当夜受到惊吓，发起高热，裴恒衣不解带，守了我一夜。等我醒来才知道，兄长因冲撞靖王府受了责罚，官职也被撤了。我求裴恒帮他，裴恒给我喂药，语气温和，好好喝药，我会想办法。我夺过药碗，一饮而尽。他替我擦去唇边药渍，动作温柔的像长姐，可再温柔也不是长姐。在王府的日子很无聊，周围都是不喜欢我的人，他们说我心机，说我抢姐姐的婚事，我气得哭，去找裴恒告状。起初他还会替我出头，次数多了，他便揉着眉心。阿离，不去听就是了。可我不是不想听，是那些话自己钻进耳朵里。我嫁了人，不能随意回家，也不能再像从前那样哭了便钻进长姐怀里。我这才明白，嫁人不是换个地方吃饭睡觉，嫁人是离开自己的家。后来谢行舟回来了，他是我从小一起长大的玩伴，我们小时候总吵架，他爱抢我的糖，也爱笑我笨。可外人若说我一句不好，他又总是第一个挡在前面。王府宴会上，旁人正议论我，谢行舟一身青衣站在阳光里，小时候胆子那么大，怎么如今人人议论？我看见他，眼眶一下红了。那一瞬，我像终于见到救命的人。我冲过去，你终于回来了。谢行舟被我撞得后退半步，双手僵在半空，不敢碰我。许久不见，怎么还是这么傻？可裴恒来了，他把我拉到身后，沉着脸说：“她是我的妻。”谢行舟脸上的笑意一点点散去，他直直看着我，像在等一个答案。我低头想了很久，最后点头。他们都说我是裴恒的妻，那我应该就是吧。后来裴恒不许我再去找谢行舟，甚至还以王府名义替谢行舟相看亲事。那日，谢行舟手里拿着一支梨花，他望向我，笑得苦涩。既然他都已经忘了约定，这一支梨花还有什么用？花枝落入湖中，我终于想起来了。谢行舟出京之前，我答应过他，我会等他回来娶我。原来我不是没有想嫁的人，我想嫁的人从来不是裴恒。那晚我大哭大闹，我要回家。裴恒制住我的手，把我按在怀中，他的声音仍然温柔，却让我浑身发冷。我们已经拜过天地，你不能后悔了，阿离，你逃不掉。可没有人问过我愿不愿意，凭什么嫁了人就不能后悔？这一世我不会再忘了谢行舟。暮春时节，谢行舟要随父亲去西北历练，临行前他来沈府同我告别，他从怀里拿出我最爱吃的花糕，递到我手里。怎么样，好吃吧？我什么时候骗过你？我捧着糕点，没有心思吃。上一世也是这时候，他让我等他回来，可我那日吃完糕点便困了，醒来后早把他的话忘得干干净净，所以后来他怪我背弃约定，也不算全然冤枉。这一回我直勾勾盯着他，谢行舟被我盯得耳尖泛红。你这样看我做什么？你没有话要同我说吗？他别开脸，支支吾吾。能有什么话？我急了，凑进去看他。真的没有吗？谢行舟浑身一僵，许久，他叹了口气，把我扶正，他的声音低了下去。你能不能等我？等我回来，正式向沈家提亲。我眼眶一热，眼泪一下掉下来。谢行舟慌忙替我擦。怎么又哭？我还没走呢。我摇头。他怔住。我不要等你，万一等不到呢？你能不能留下来，哪怕先定亲也好。谢行舟沉默。阿离，我已经答应父亲随他去西北。那你若走了，我就不嫁你了。这话说的蛮不讲理，可谢行舟听完竟笑了起来。你还是和小时候一样不讲道理。他看着我，眼里温柔又无奈。罢了，也不是非去不可。那我留下来，先同你定亲，好不好？我用力点头，高兴地扑进他怀里。谢行舟被我扑倒在草地上。男女授受不亲，沈唐丽，快起来！反正都要定亲了。不过我最后还是将我扶起来。可我还没坐稳，就看见湖边缓缓走来一道身影。裴恒，恐惧从心底骤然升起。我拉住谢行舟就想跑，身后传来裴恒沉冷的声音：站住！裴恒动作极快，几步便拦在前方。谢行舟不知缘由，只能行礼。见过世子。裴恒的目光越过他，你转过身来。我攥紧手，不敢抬头。就在这时，兄长赶了过来，他挡在我身前，声音平稳：舍妹胆小，怕冲撞世子，还望世子莫怪。谢行舟也向前一步，挡住了裴恒的视线。两道人影横在我面前，我终于不用正面见他。裴恒沉吟片刻，方才遥遥一见，我觉得令妹甚是熟悉，像一位故人。阿离与长姐一母同胞，相貌相似也是应当。况且他久居深闺，极少外出，怎会与世子相识？裴恒没有再说话，半晌，他说：许是我看错了。我松了一口气，趁着机会拉着谢行舟就跑。傍晚，兄长踏入我的院子，他沉沉看着我。阿离，你也记得上一世？我没说话。兄长叹了口气。所以呢，你还想嫁裴恒吗？我拼命摇头，不嫁。上一世我怕裴恒，怕他忽冷忽热的温柔，怕他以为只要他想要，我就必须留下，怕王府里那些看不见的规矩，也怕所有人把错都推到我身上。兄长听完，神色终于松了些。既然如此，这事我们便避开他。他告诉我，裴恒并不是非我不可，他只是把旧时一场误会当成执念。只要误会解开，他自然会放手。
我却知道这样的人未必会轻易放手，所以我们商议了2条路：第一，让他以为我相貌普通，不再生出兴趣；第二，让我尽快与谢行舟定亲，断了旁人的念头。国公夫人办春日宴时，长姐带我同去，母亲照例让我戴上面纱，她怕我的容貌惹来麻烦。上一世我不懂，这一世我懂了。席间，长姐言谈得体，进退有度，无论是与夫人寒暄，还是处理丫鬟间的小争执，她都能妥帖应对。我坐在她身侧，低头吃糕点，心里却想到上一世。裴航继承王府后，府中事务繁杂，我连字都认不全，如何管得了偌大的王府？他将管家权交给萧采薇，我在他手下吃过不少亏，吃时被克扣，炭火送得迟，身边丫鬟也渐渐变得怠慢。我去找裴航告状，他正被事务压得焦头烂额，只闭眼揉着眉心。他是在帮你，别再胡闹。他以为我又任性，可那时我已经好几日没吃过一顿热饭，冬夜里炭火不够，我冻得手脚发疼。后来我忍着委屈，重新学字、学账册、学规矩，学到最难的时候，我躲起来偷偷哭。我骂裴航，我本就不是来王府当女主人的，凭什么所有不会的都成了我的错？春日宴上，我刚咬下一口鲜果，人群忽然骚动起来。世子来了，这次是女眷宴，本不该有男客。众人都以为裴航是为了长姐而来，可他走到长姐身前，目光却落在我身上。你不是一直说要将妹妹引荐给我？长姐愣住，我知道这是她的好意，她以为裴航若把我当妹妹看，往后便能护我。上一世，她也无意提过一句。臣女有一妹妹，虽笨了些，却最是良善，日后还望世子看在臣女面上，替她撑撑腰。可裴航从来没有把我当妹妹。我闭了闭眼，在长姐示意下，缓缓揭开面纱，周围响起低低的吸气声。裴航的目光落在我脸上，随即他看见了我脸侧那道暗红色的痕迹，那是兄长让人替我画的，像旧伤，也像胎记。裴航眼中闪过一丝失望，看来传言夸大了。他说完转身离去，长姐立刻拉住我的手。你的脸怎么回事？我摇摇头，没事的，阿姐。只要能避开裴航，这点委屈算什么？春日宴后，长姐仍按原定婚期嫁入晋王府。大婚那日，我没有再去拉她，我躲在屏风后偷偷哭了好几回。长姐一边哄我，一边叹气。你这样哭，阿姐怎么放心？阿姐，你怕吗？做过一世王府主母，我知道那华贵门楣背后藏着多少身不由己。长姐只是笑。大婚的日子，说这个做什么？我不敢多说，这一世没有我挡在他与裴航之间，我想裴航会对他好的，至少会比上一世对我更好。大婚后的次月是我的成年礼，谢行舟没有离京，在我的软磨硬泡下，他留在京中，准备向沈家正式提亲。父亲母亲对他很满意，兄长更不用说，他与谢行舟本就是好友。席间，父亲母亲笑得合不拢嘴，母亲调侃我：从前还总和行舟打架，如今倒舍不得人家走了。我羞得低下头，正说笑时，门外传来通报，长姐与裴航来了。我们都没想到他们会来。长姐笑着递给我礼盒，亲妹妹的成年礼，我怎好缺席？我刚要接，兄长已经站起身，挡住了裴航看向我的目光。我知道他的意思，正想借口不适离开，手腕忽然被人握住，力道很重。裴航捏着我的手腕，逼我抬头，那道伪装的红痕早被母亲擦去了，我的真容再无遮挡。裴航盯着我，脸色一点点沉下来。原来你这妹妹果真如你所说，他的声音极低，国色天香。那顿饭我吃得如坐针毡。谢行舟不明真相，只以为我身体不舒服，一直给我夹菜。母亲笑他还没成亲呢，成何体统？谢行舟也不怕，收回筷子，依旧笑得潇洒。母亲又道：我原本还想多留阿离2年。长姐听见，柔声说：母亲若舍不得，晚1-2年再成婚也好，行舟还能跑了不成？我正要反驳，我也觉得刚办成成年礼便急着成婚，未免太早。那一瞬，上一世所有恐惧都涌上来。我是真的想嫁谢行舟，可他们好像都不想我嫁。好不容易说定下聘的日子，谢行舟却忽然收到调令，要去西北历练。谁的手笔不言而喻。我不想他去，可晋王府递来的调令，谢家不能不接。送别那日，我哭得说不出话。傻李，哭什么？你爹娘不是正想多留你几年，等我回来，我们再成婚。我心里慌得厉害。你一定要回来。谢行舟看着我，终于收敛笑意。阿离，你是不是有事瞒着我？我张了张嘴，却不知道该从何说起。上一世、重生、裴航、长姐、王府，这些话太荒唐。我只耽误了一瞬，队伍已经要出发。谢行舟翻身上马，我追上前，只来得及喊一句：我等你回来娶我。他回头笑。好。他离开后不久，王府传来喜讯，长姐有了身孕。他给我传了几次话，想让我去陪陪她。我每次都找借口推拒，直到有一日，王府的人亲自来接。我以为是长姐坚持让我去，便只好跟着入府。到王府后，长姐看见我，反而露出惊讶。阿离，你怎么来了？我愣住，不是阿姐让我来的吗？最坏的猜想浮上心头。下一刻，裴恒从门外走进来。是我。他语气平静，仿佛这只是小事。青芷孕中辛苦，我怕她孤单，所以让人请你过来陪她。
长姐反应过来，脸颊微红，依偎在他身侧。殿下有心了。裴恒的目光却越过他，落在我身上。王府院落极多，你随意选一间住下吧。我心底发凉，羊入虎口，还由得我逃吗？我在王府住的并不安心，好在裴恒有许多事务要忙，不会时时出现。长姐孕中容易疲惫，我便陪她说话，替她解闷。可没过多久，老王妃开始张罗给裴恒选侧室。长姐已有身孕，老王妃却仍急着给王府添人。我问长姐：“阿姐，你不难过吗？”长姐微怔，半晌，她笑了笑。自决定嫁进王府时，我便想过这些。原来她一直都知道，裴恒不会只有他一个妻子。选妃宴设在王府，我本想避开，长姐拉住我：“阿离，到你给阿姐撑腰的时候，你倒想跑了。”我只好留下。来赴宴的贵女不少，萧采薇也在其中。上一世，她便与我处处作对。她一见我，眼中便闪过嫉恨。比她漂亮的不多，我算一个。这也是长姐让我留下的缘故。可长姐这样聪明美丽的人，都不能让裴恒收心。我忽然明白，单有美貌是没用的。宴上考笑书画，裴恒与老王妃坐在上首。我原本只是陪长姐站着，裴恒却忽然看向我。你也试试。我僵住，长姐替我解释：“阿离一向不善这些，怕是……试试而已。”她语气平淡，却不容拒绝。我被迫入座，身边正是萧采薇。她斜眼看我，低声讥讽：“一个傻子，长得漂亮又如何？”我久久没有动笔，若不动笔，又怕被扣上不敬长辈的罪名，我只好胡乱写了2句。可来收卷的丫鬟竟当着我的面想换走我的卷子，我意识到不对，干脆站起身。起身时，我故意带到矮桌，纸张散落一地，墨汁洇开，我的卷子撕成了2半，萧采薇的卷子也被墨染得不成样子。她大怒，抬手便朝我打来，那巴掌没有落下。裴恒挡在我身前，拦住了他。萧采薇跌坐在地，我也顺势坐到了地上，所有人都乱了。裴恒转向我，朝我伸手，我没有接，我拍了拍手，提着裙摆躲到长姐身后，怯怯道：“我不是故意的。”全京城都知道我反应慢，一个反应慢的人没有什么坏心思。选妃宴就这样不了了之，我顺势提出回家。这一次，长姐看着我许久，没有阻拦。是王府哪里让你不自在？萧采薇已经受罚。我说不出来。长姐瞧了我一眼，示意我先退下。我退到门外，深秋的晚霞已经褪去，止于一片冷清。屋内很快传来争执声、茶盏碎裂，还有长姐压抑的哭声。她是我妹妹，你怎能如此？裴恒的声音低沉。正因她是你妹妹，你们姐妹2人在一起不好吗？我站在门外，手脚冰凉。原来他仍打着这个主意，他不肯亲自问我，他想让长姐来劝我。他知道我敬爱长姐，也知道长姐愿意护我。他觉得只要长姐点头，我便一定会听。可他有没有想过长姐？长姐将他放在心上，他却又一次把他的心撕开。屋内安静了许久，我担心长姐，推门进去。长姐坐在床前，单手撑着额角，脸色苍白。见我进来，她抬头看我，眼中是我上一世见过的绝望。她嗓音发颤：“你可愿意留在王府陪阿姐？”她努力扯出一个笑：“你我姐妹在一处，也算互相照应。”我怔在原地，我知道她真正想问什么，她问不出口，也不该由她来问。我缓缓跪下，往后退了2步，深深叩首。不，长姐怔住，我抬头看她，眼泪止不住落下。阿姐，我不愿意。这一次，我不要再做那个罪人，我不要长姐为我委屈自己，更不要被裴恒困进同一座王府里。门忽然被推开，兄长大步走了进来，他看了一眼屋内狼藉，便知道发生了什么。他叹了口气：“阿离不善言辞，便由我来说吧。”那一夜，兄长把上一世的事说给了长姐。长姐听完，久久没有出声，烛火摇晃，她撑着身子，像随时会倒下。许久，她喃喃道：“原来是这样。”她笑了，可那笑比哭还难看。兄长转向我：“你走吧，我已安排好人送你出京，父亲母亲那里我会受命。”我恋恋不舍地看向长姐，上一世是她不告而别，这一世轮到我逃得远远的。我冲上前抱住她：“阿姐，你一定要好好的。”长姐终于抬手抱住了我，她什么都没说，可眼泪落在我肩上，烫得我心口发疼。我连夜离京，一路向西北。谢行舟在半路等我，见到我时，他风尘仆仆，眼间全是焦急。他把我紧紧抱进怀里。你为什么不告诉我？我被他抱得喘不过气，只能推他。我这不是来了吗？兄长传信给他，只说裴恒有意把我留在王府，所以谢行舟才会急成这样。我低着头，有些理亏。反正我非你不嫁，你答应过我的，也该如约娶我。谢行舟这才笑了，还算你有良心，没因为王府富贵丢下我。怎么会呢？我怎么会为了荣华富贵不要他？我只是上一世醒悟的太晚。到西北后，我央着谢行舟先与我完婚，他拗不过我。大婚办得简单，没有父母在侧受礼，也没有京中热闹排场，可我觉得很好。天高地远，远离王府，谁都管不着我。边境这几年没有大战，百姓安居，塞外风光开阔，我好像又过回了从前无忧无虑的日子。谢行舟有军务在身，不便时时陪我，我便带着帷帽出门，在街市上看新奇东西。有一次出府，我遇见小贼偷钱袋，我刚喊了一声，随行护卫便追了上去。我正得意，迎面却有一辆马车失控冲来，马儿受惊，眼看就要撞上，我僵在原地。一道身影冲过来，长臂一揽，将我护到一旁。我刚要道谢，抬头却看见裴恒，他的眼眸沉得像寒潭。阿离，找到你了。
那一瞬，我浑身血液都像凝住了。裴航没有立刻带我走，他只是派人守在我身边，1日12个时辰，寸步不离。我走到哪里都有人跟着。他说是保护，可我知道那是禁锢。又一次想逃时，我被拦了回来。裴航站在院中，眼底满是疲惫。阿离，你为什么要躲着我？他上前一步，我立刻后退。他动作一顿，终于没有再靠近。回京不好吗？那里有你阿姐，你同她在一起难道不好？不好。我声音发颤，这人说得清楚。裴恒，我不想回去，不想留在你身边。他沉默很久。我到底哪里不好？哪里比不上谢行舟？你宁愿跟他在西北吃苦，也不愿跟我回京享王府富贵。我问出藏在心底最深的疑惑。那你呢？你又为什么非我不可？裴航怔住，良久，他低声道：你忘了，你救过我。又是宫宴上，我被人推入湖中，是你救了我。时间太久远，我想了很久才想起来，那是我第一次入宫赴宴。我贪玩，偷偷离席。长姐来找我时，看见玉湖中有人沉沉浮浮，她来不及叫人，便跳下去将人救起。我被吓得大哭，周围似乎有人徘徊。长姐怕再出事，主动跑去叫人。等那人醒来时，只看见哭得满脸泪的我。后来事关宫中旧怨，长姐不愿惹祸上身，便没有多说。我受惊大病一场，也渐渐忘了此事。原来竟是这件事让裴航执着了2世。我笑着笑着，眼泪落下来。如果我说跳下水救你的人是阿姐，裴航僵住。你在骗我？我没有。我望着他，你醒来时看见的人是我，可救你的人不是我。裴恒眼中最后一点侥幸也在这一刻碎了。我垂下眼，有些话终究要说清楚。你一直问我为什么不愿嫁你，因为我嫁给过你一回，结局很不好。上一世，王府旧案翻出，边关动乱，许多人都受牵连，百姓把怨气落到我身上。他们说我是祸根，说从我嫁入王府开始，所有事变错。族中长辈和旧臣们逼裴航废弃我，说只有这样才能平息众怒。那一日清晨，裴航推开门，他站在门口，眼中是失望，也是悔恨。是我错了，不该被年少执念误了一生。我坐在屋中，望着窗外的雨。那时我身边已经没有多少人了，父亲母亲在乱中故去，兄长为了护我们离开，身受重伤，生死未卜。谢行舟也在平乱时再没有回来。世人都说是我害了他们，我本就不聪明，可我也知道许多错不该全算在我头上，只是那时候没有人愿意听我说。后来长姐来了，她穿着素净衣裙，身后背着药箱，她已经不是当年喜堂前含泪离开的沈清之。她救过许多人，被百姓称作神女。她看向裴恒，只说了一句话：你欠我一诺，我要你放过阿离。裴航沉默很久，最后答应送我离京。我看着长姐，也看着那个困了我一生的王府，忽然明白，我不是天生的恶人，我只是被推到一个不该属于我的位置上。不会管家，不懂规矩，不会应付人心，也没人真正教我。做错了，所有人说我恶毒；受委屈了，所有人说我不懂事。就连裴航也总觉得我被他宠坏了，可他从没问过我想不想要这样的宠。我将这些说给裴航听，裴恒站在原地，脸色越来越白。许久，他才哑声问：所以上一世你最后没有死。我打断他，阿姐救了我，可活下来之后，我也再不是从前的我了。我看向他，裴恒，我不恨你了。他抬头，我轻声道：但我也不会跟你回去。裴恒站了很久，久到天边夕阳一点点沉下去，最后，若我从此不再逼你，你会不会好好活着？会，我会和谢行舟好好过日子，也会等阿姐来西北看我。裴航闭了闭眼，再睁开时，他像是终于从一场大梦里醒来。好，他没有再派人盯着我，离开前，他只说我会回京找青芝，把欠他的都还清。我没有回答，他欠长姐的，岂是一句还清就能了结？裴恒离开后，谢行舟很快赶了回来。他听完前因后果，脸色难看得很。他有没有伤你？我摇头，谢行舟还是不放心，将我从头到脚看了一遍，确认无事，才终于松了口气。他把我抱进怀里。阿离，以后有事不许瞒我。我小声道：那你会不会嫌我麻烦？不会。他答得很快。你本来就麻烦。我抬头瞪他，谢行舟笑起来，揉了揉我的头。可我从小就知道，所以我早习惯了。我鼻尖一酸，又想哭。他连忙改口：别哭，我错了，我们阿离一点都不麻烦。我这才破涕为笑。没多久，京城传来消息，长姐平安生下孩子，母子平安。裴航据说当众落泪，向他道歉。可让所有人没想到的是，1个月后，长姐留下一封信，不辞而别。她没有回沈家，也没有留在王府，她背着药箱去了更远的地方。我得知消息时，怔了很久，随后忽然明白了他。上一世，长姐见过天高海阔，救过许多人，知道世间不只有王府和夫君。这一世，她也终于不愿再被困在那方小小天地里。裴航不是没去找过她，长姐不见她，她便在门外站了很久。后来，她把孩子带去，小小的孩子蹒跚着爬上台阶，一声一声唤娘。长姐终于开门，她看向裴恒，仍是那句话：我不会跟你回去。裴航没有再逼他，他只是深深看了他一眼，转身离开。他不愿困于王府，他也有自己的责任。这一世，他若真醒悟，便该学会放手。我仍随谢行舟留在西北。3年后，我有了身孕，我依旧没心没肺的吃吃睡睡，谢行舟却紧张的不行，每日盯着我喝汤、走路、睡觉。我嫌他烦，我乐意。某个清晨，有人叩响院门，我一打开门，便看见长姐站在门外。她身侧还跟着一个小男孩，孩子生得乖巧稳
重，背着一个比自己还大的小药箱，我惊喜的说不出话。阿姐，长姐笑着看我，你自小爱闹，如今有了身孕，我怎能放心？我扑过去抱住她，她轻轻拍我的背，都要做母亲了，还这样冒失。我又去抱小外甥，他被我揉得脸颊泛红，却乖乖站着不动，可爱极了。长姐在西北住了许久，她替百姓看病，也替我调理身子。谢行舟起初对她恭敬的不得了，后来被我带的，也敢偶尔同她开几句玩笑。长姐看着我们闹，眼里终于有了轻松的笑意。后来裴恒继承王府，召谢行舟回京述职，我也随他回去。时隔多年，我终于再次见到父亲母亲。父亲头发白了许多，母亲一见我便哭，我也哭，一家人抱成一团，哭完又笑。谢行舟说要补一场大婚给你。我没有异议，当年西北那场婚礼太简单，可我从不觉得委屈。如今补上，不过是让父母兄长都亲眼看见，我真的嫁给了自己想嫁的人。大婚那日，裴恒命人送来贺礼，还有一封册书，他以靖王府义妹的名义为我添了一份体面。从始至终，他没有露面，这样很好。长姐坐在席间，冲我遥遥举杯，兄长站在父母身后，眼眶泛红，却还要装作若无其事。谢行舟牵住我的手，他低声问：“这回高兴了？”我点头，高兴。我曾以为命运推着我走，我便只能走到那条错路上，可原来只要醒得够早，只要敢说不愿意，就还能换一条路。这一生，我不再做谁的执念，不再做谁的补偿，不再做被推上高处后又被万人指责的恶人。我是沈棠离，是父母掌心里养大的小女儿，是兄长愿意护一辈子的妹妹，是长姐无论隔了多久都会回头抱住的阿离，也是谢行舟此生唯一要娶的人。有长姐兄长相护，有良人并肩同行，往后余生天高海阔，岁岁安好。